工体马上就到了，徐教授明天晚到北京，即使他马不停蹄赶过来，这工体要丧失使用功能了。董统已经发生呼吸衰竭，哎呦，心肝肾脏功能也出现不同问题，他不能再等了。博文，你的出方案一切听你的。修老师，杨凡、陆晨曦、莫涵，你们在上海做他助手。我现在就给那个中心医院打电话，请他们那有移植经验的大夫马上过来。修老师，你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必须帮我这一次，便只有你了。我相信你能够，而且你能够创造奇迹。修老师，你不要逼我，生命不能拿来赌博。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赌赢了，他可以活下来；如果输了，不会怪你们任何人。傅老师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心肺联合移植，我完成不了。本来彤彤有机会得到最有效的治疗，只要修老师肯承认当年犯下的过错，庄树一定会做这台手术的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说这些都没有用。我不知道修老师以后会不会后悔。后悔又有什么意义？与其进行一次毫无把握的手术，不如把器官让给下一个顺位的患者。这个供体他等得太久了。事实是我们这儿有一位能做好这台手术的医生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彤彤失去这个机会。傅老师，您先准备手术吧，我一会儿来。还有几个小时就下班了。我的2台手术已经让科里安排到了周5，由你替我来做。没有跟你打招呼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这组带了几个实习生，你要替我多照顾他们。水平参差不齐的，你可别骂太狠。知道了。像你教楚俊一样呗。明天晚上，楚俊他们要给我办一个小型的欢送会，你能调班一起来参加吗？大家放松一下。你来仁和短短几个月，本来应该轻松的离开，没想到。不过就是一台手术，并不是非我不可。你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。那事实是什么？如果事实都能还原它原本的面目，一切都很简单。可你现在还是仁和的一名医生啊！你非要这样来劝我吗？仁和医院的医生做过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最不应该来劝我，好像就是你。庄树，你不仅是你妈妈的儿子，
还是所有患者寄予希望、所有医生仰慕的庄树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恶人破坏了自己秉持的信念，在自己行医的履历上留下一个污点。如果这台手术你不参与，我怕它会使你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挽回的愧疚。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你觉得自己很了解我？你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穿上这个白大衣就能放弃身后的一切，心无旁骛地去做医生所有该做的事儿吗？我有情感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神。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道德毫无瑕疵，职业生涯毫无遗憾，因为我根本做不到，没有人做得到。我相信，不管是傅博文还是休敏琪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认错，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和荣誉感，让他们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那么现在你呢，庄树？你能面对真实的自己吗？你是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面对的就是最真实的庄树，究竟是真实还是虚伪，你自己去判断。满意了？死者23岁，胆汁性肝硬化。他的母亲曾经把1/3的肝捐给他，让他一度康复。4年前，他考上了嘉陵医科大学。不幸的是，1年前他再度肝衰竭，那个时候他签署了器官捐赠表。死者的家属、同学。还有他的主治医生，都希望满足他最后的心愿。虽然他没有毕业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，但希望他的眼角膜、心脏、肺脏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。现在按照器官捐赠排位综合评估患者，仁和医院的修图是这批里面最早申请的，也是最危急的。如果你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，我理解你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和傅老师会尽力完成这台手术，希望奇迹会出现吧。
人是不配谈这几个字的。但你不是恰恰因为坚持了这个，才成为今天的庄树？那么现在你呢，庄树？你能面对真实的自己吗？你是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吗？如果你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，我理解你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和傅老师会尽力完成这台手术，希望奇迹会出现吧。开始吧。最近和庄树联系过吗？偶尔打电话和 Skype， 他还没回医疗中心上班呢，在家待着。医生诊断他有轻度的抑郁症，正吃药。手术虽然很成功，但是对他心理伤害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。唉，唯有亏欠张姐一次。各方汇总的数据，你都拿到了吗？哦，还有一份，说是今天晚上传给我。他们也是大海捞针的，确实是太罕见了。好，能拿到就好，总算是赶得及。哎，小丽，哎呀，茶也不能这么摆。院长啊，爱喝红茶，把这个放前头。绿茶是。哎呀，老李啊，哎，院长都搬过来了啊！我说了，不用这么着急嘛。那哪行啊？您现在是正式任命的院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都是按规章制度办事。哎，小李、小刘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哎，辛苦啊。我们先走呀。哎，好，走着。哎，好。您说您还要窝在那个主任的办公室里头，知道的
那是说您大度，那不知道的还有我给您穿小鞋呢，不是吗？我在胸外科做主任的时候，你没给我穿过小鞋啊？哎呀，院长，你看你这话说，你还记仇呢？开玩笑啊！哎，对了，哎，我那个讲话稿你给我拿过来了？哎，在这，来，您看看。院长啊，这回您可是双喜临门呐，又是升职，又是抗灾表彰大会的授奖，这回您得请客了吧？啊，当然，你来安排吧。哎，反正你也熟嘛。哎，不能超标啊。OK， 您放心，绝不超标。院长，那个还有个事儿啊，这副院长这字儿啊，我想给您撤下来。啊，我有一哥们儿是一大书法家，您看那字儿都给您求好了，大展宏图。我给您换上。先不急吧。副院长刚走，换了不好，先挂一段时间吧。我明白了。那行，您先忙着，我就安排。好，您忙。哎，辛苦了啊。哎，不辛苦。综上所述，这16家嘉林市周边的2级甲等医院的化疗药用药，80%到90%来自于同类药中价格最高的先锋公司。而且，从临床医生及数据反馈，该药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好于其他同类药，而只是上级医院，即仁和医院的指导用药决定的。根据笔者进一步收集数据调查，仁和医院本院使用的化疗药及部分手术、监护、检验器材，先锋公司所占比例，也显著高于其他公司和药物集团。爸，第3杯了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为什么想当这个院长？因为我一直觉得，我才是仁和医院最好的胸外科大夫。可老夫他不信任我呀。啊？他觉得我功利心重，把更疑难的病例都交给别人，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别人。
从他上台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只要他在台上一天，我就是有10分的才华，也只能施展5分，所以我必须要把他顶下去。我只有拿到各种各样的基金，得到药物公司的支持，我才能获得权利。权力是个好东西啊，没人不想要。有了权力，我可以做最难、最复杂的手术，我可以去攻克最尖端的科研项目。不过，等我获得权力的那一天，我才发现，我已经不是仁和医院最好的手术大夫了。我做不了的手术，陆晨曦可以做，连最懂行的患者家属江总也点名来请他。搞砸了。我和妈妈一直都希望你能做一个单纯一点的大夫，是你要的太多了。单纯一点，单纯一点就意味着连着做10台加台手术，拿不到100块钱的加班费，没有办法给你妈妈买进口药，没有办法让她活下来。我要是早一点不单纯的话，现在坐在这儿吃饭的，可能就是我们3个人。我也能早一点把你送到美国去。我从来没觉得住40平米的房子丢人，我也从来没羡慕过同学父母的车子。您是仁和优秀的胸外科大夫，我觉得挺骄傲的。做了父母的，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条件，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所以，你不必违背自己的信仰来替我做什么。我做的事情，我自然会考虑周全。合作医院的用药不会有原则问题。至于你那篇论文引出的质疑，我也自有回答的办法。如果有人利益受损，先锋公司。吃饱了吗？该干嘛干嘛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呀，好累呀，我走不动了。来，这才几分钟啊，我碗还没刷完呢，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你妈走了还不到100米就喊累了，我推着轮椅带她转了2圈。这可不行啊，妈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？肌肉复健特别重要，你得坚持。我伺候了你们俩大半辈子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你爸推着我，我才不走。
行，您别走，您伺候我们俩有功，我们俩以后把您当老佛爷供着，您看电视啊。给我倒一杯。哎，小庄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会来看我呀？你说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这傅老师都跟我道过歉了，把当年的事不都说清楚了吗？他这心事怎么还这么重啊？要不你让他回来，我当面跟他说。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，是吧？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呢？你天天什么都不说，我要是再不说，那得拖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好，你说。水凉了，你给我加点热的。凉了。在对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一无所知的状态下长大成人的，他们是如何怀着深锁在心中的可怕秘密，度过自己余生的？很多事不是只有黑白两面，你现在看到是对的，也许未来会证明它是错的。你现在看到我做了很多错事，也许未来你会发现我是对的。仁和医院利丰县特大泥石流抢险救灾总结及表彰大会现在开始。参加大会的有嘉林医科大学终身教授、市心胸外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前任院长邱敏琪同志，嘉林医科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前任院长傅博文同志。嘉林医科大学教授、仁和医院党委书记李静同志，在救灾期间，我院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应急机制，开放救灾紧急绿色通道，确保伤患可以快速的出诊、清创、缝合、手术。在超负荷接诊量的情况下，成功地控制了气性坏疽、耐药菌株等感染的蔓延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挽救生命的奇迹，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悠扬的篇章。现授予急诊科主任、主任医师钟西北同志嘉林医科大学荣誉教授及仁和医院终身荣誉奖。
外科主治医师方伟，骨外科主治医师张成飞，急诊科主治医师陈少聪，急诊科主治医师陆晨曦，急诊科主管护师徐丽，急诊科护师白雪。请以上同志上台领奖。陆大夫，陆晨曦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，我作为仁和医院一名普通的医生，有些话要说。刚刚，仁和医院授予了中西北主任终身荣誉。可能在座的各位不知道，钟主任最渴望的，不是这份来自仁和医院的荣誉，而是仁和医院应该如何面对一段自己的晦暗历史。很多同事可能都知道，我父亲陆中和，1984年6月3日下午5点，于仁和医院胸外科抢救无效死亡。致死原因是一名叫张淑梅的护士，在明知道她青霉素过敏的情况下，将医嘱所开的利多卡因误拿成青霉素，导致她青霉素过敏死亡。以上都是档案中可考的病案陈述。当时的主治医生有2人，一位是我们的前院长，我的老师傅博文，另外一位是嘉林胸外科专业委员会成员，嘉林医科大终身教授修敏琪。陆大夫，今天是仁和的救灾表彰大会，你有什么感言可以简单的陈述？至于档案里的这件往事，就不要再往事。对，这桩30年前的往事早已尘埃落定，我也一直对档案中的记录深信不疑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位大夫对我说，当年的真相并非如此。陆大夫，这个病例我记得，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十分清楚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，可以去查阅卷宗吗？我没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当时有人篡改了药房的取药单据，把患者死亡责任推卸到护士张淑梅的身上。张淑梅并没有拿错药，她当天给我父亲注射的确实是利多卡因，不是青霉素。陆大夫，如果你有什么要查实的，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去反映。在这里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，也太冒失了吧？杨院长，陆大夫的阐发可能有些感性，但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以史为鉴的感言，
我觉得合情合理。好，既然副院长觉得合情合理，那就请你言简意赅，阐述事实，而不是那些主观臆断。这当然不是主观臆断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医务工作者，应该非常清楚，利多卡因和青霉素有很明显的区别。有人曾经亲眼看到张淑梅注射前吸药的细节。这个人沉默了30年，一直希望有一天能站出来，说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中西北主任生前写下的证词，内容所述就是他亲眼所见，张淑梅注射前吸取的是安步瓶中的利多卡因水剂，而不是西林瓶中的青霉素。大家可能觉得一位逝者的证言太过孱弱。而利多卡因过敏致死的事件，各位老师同事可能也没听说过。这段时间，我调查研究了全球30年来利多卡因过敏的病例报告，详细数据已经发到院内的公共邮箱，大家可以随时打开调阅。所有这些病例中，超过2/3的患者都对青霉素过敏。经数据分析，对青霉素过敏越严重，对利多卡因过敏的可能性就越大。这个结论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。而我父亲就是一位严重的青霉素过敏患者。综合中西北主任生前证言，我作为家属有权利怀疑，我父亲不是因为张淑梅错误地注射了青霉素而死，是因为利多卡因过敏。青霉素过敏者对利多卡因的过敏几率的确高于常人，但这些药理学概念也无法证明你父亲的死因，更无法推翻当年的调查结果。即使无法推翻调查结论，我也能够证明，有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，篡改证据，嫁祸给一个护士。当年的调查报告十分清楚，如果你确有疑点，随时可以调查取证，档案里全部都有。两位院长，你们说呢？当年的证据，档案里真的全都有吗？连真的取药单也有吗？好久
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无